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孟伟老师好，2位老师好，我叫邢宇，今年29岁，是来自北京的东北小伙。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女生可以和我学一些家乡话。东北什么地方呀？东北辽宁锦州的。哦，您先示范2句，让我们听一听，好不好学？对呀。我准备了一个小段子，希望大家喜欢。我是东北的，东北辽宁的，辽宁锦州的，也许横壁，厨房外屋地，走开边儿啦去，谢谢大家。那为什么那么特别？你要让女朋友跟你学锦州话？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在北京，然后我希望的话，可以和另一半多说一说家乡话，这样让我不是很孤单，而且还有趣一些。哦，能够理解。15号。Hello， 男嘉宾，我是广州的，我也可以学一下刚刚那个。来。我是广州的，广州海珠的，海州话就这样说。帅哥叫靓仔，小孩叫……你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你没有一个字在点儿上。我一直在忍，我想前面没踩住吧，讲到第2句、第3句、第4句总能踩上了。你这么弄下去也踩不上。3号。我也想秀一段我们那边的。我是福建的，福建福州的，福州话是这样说：你好叫做女吼，聊天叫做拱趴，去玩叫做卡溜，福州很棒叫做虎揪鸭爸。谢谢。15号，你听一听人家踩的点儿。每一个字儿嘎嘣脆都踩在那上面了。我这已经讲得很厉害了，已经算很溜了。哦。您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介意我总是吃鸡蛋。你要吃多少呢？我目前的话是每天16个鸡蛋。哇。24号。哎，男嘉宾你好。哎，你好。那我想问你，这个鸡蛋就是吃白煮的吗？对，目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的另一半他不吃鸡蛋，一闻鸡蛋就吐，那怎么办嘞？是这样子的，我吃鸡蛋是因为我平时业余爱好是健身，所以才会多吃一些鸡蛋。如果我的另一半不喜欢吃鸡蛋的话，我没有说强求，或者不喜欢闻这个味道的话，我可以考虑不在他面前去吃。哦。22号。我是学医的嘛，所以从我专业的角度上来讲，你每天吃很多鸡蛋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鸡蛋里面富含胆固醇、蛋白质，所以一方面它会对你的心脑血管造成一定的负担，还会对你的肾脏造成负担，所以还是不太建议。好的，谢谢。因为我是只有在我的比赛季节的时候，我才会吃这么多。哦。为了蛋白质。对对对。那蛋黄吃吗？蛋黄的话，3个这样。来看第1条片子。Hello， 大家好，这里是2022年冬奥会颁奖广场现场，这里超级赞。我和冬奥的缘分还要从头开始说起。这位同学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是我们艺术团的不准在这里练舞。切，不就是艺术团吗？就这有什么难的？不难，你行你试试。试试就试试呗。上学时机缘巧合让我学习了舞蹈，也因为胜负欲让我变得越来越强，最后竟然让我成了艺术团的台柱子。我叫邢宇，我的字典里没有不行。从那以后，我和舞蹈就再也没有分开过。有幸参加2022年冬奥会颁奖广场的文艺汇演工作，整个团队只有20来人，中国团队只有4个，我就是其中之一。每天的话是有3个部分的节目，节目之间都是不同的，连续16天的颁奖典礼，把我们中国最好的方面来展现给全世界。第一次见到冬奥冠军奏起我们的国歌，那个时候感觉就是我身为中国人，我很自豪。心情的话就感觉像自己夺冠，因为我毕竟的话在高中以前的话我也是一名体育生，我没有继续从事体育这个行业，但是我感觉他们在夺冠的时候就好比我自己在夺冠一样，特别荣耀这样子。因为练舞我接触到了健体，也因为健体让我拿到了人生中第1块金牌，但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有让我爷爷见到这块金牌。爷爷是我从小到大最亲近的人。当我放弃所学专业，一个人去北京闯荡的时候，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跑那么远还去北京？跑到北京有什么好？挣得了几个钱？啷个自在释放？你要出个窗口。我跟他去交流过我的想法，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很支持我。我也想做好自己，然后能让他看到不一样的我。结果我拿到了冠军，爷爷却没有能看到我拿到了这1块金牌。生活中我是一个很多变的类型，更是一个行走的百宝箱男孩。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有。你期待我在《非诚勿扰》舞台上的样子吗？他准备了一个冬奥有关的舞蹈，可以展示一下给我们看吗？哇哦！我一声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内外这天地，神州铿锵1万心。我充满来自东方的骄傲，腾你地尊我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像个海纳百川的怀抱，双抱支撑繁星环绕。有点融合了武术是吗？对，对的，稍微融合了。让他喘一会儿，要调整一下呼吸。7号。大家好，我叫徐美云，来自安徽合肥，现在呢在南京读研。你好，男嘉宾。因为这次冬奥会呢，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它的开幕式啊、闭幕式当中，运用到了很多中国式的浪漫，比如说雪花，比如说一滴墨水变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一些意象。我想问一下，您亲身参与了这场奥运盛会，那其中有没有什么令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我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颁奖广场，它处于是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的正中间。当时我们是划分区域工作，他们鸟巢里的事情我们很羡慕，但是我们在颁奖广场的时候，他们也很羡慕，因为我们可以见到每一项目的前3的运动员，这个是我值得很开心、很激动的事情。啊，谢谢谢谢。彭瑞，男嘉宾你好。哎，你好。对于您 VCR 里面说了，就是您健体了之后拿到金牌，爷爷就是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嘛。我还是挺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运动员。我那时候可能10几岁吧，就是拿到了一些
全国冠军啊这些的。然后我爷爷特别可爱，他会把我拿到的所有牌子，他全部挂在脖子上，然后走到小区里面去逛。有人问的时候，哎，哪里来那么牌子啊？说，啊，我孙女干嘛干嘛，然后得的。然后我爷爷他是非常喜欢看《非诚勿扰》，就是带着我一起看，也非常喜欢孟非老师。虽然说我真的是蛮遗憾，我现在站在这里，他没有看得到。老人家现在已经去世。你跟你爷爷当时有段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好的。牵我走弯弯的小巷，好像啊，爷爷跟他好像。落叶的地方，你说孩子勇敢的去闯，去看世界的模样。你牵我走弯弯的小巷，风吹过落叶的地方。你说孩子勇敢的去闯，去看世界的模样。爷，我想你了。我终于懂时间的重量，你却不在我身。男嘉宾不知道有这段视频，所以看得很情绪波动很大。对不起。老人家是去年什么时候走的？去年10月份，10月14号，离我马上快比赛还有半个月时间。我看那个男嘉宾的爷爷，我有点小感动，是因为我看那个爷爷在你要去闯荡北京的时候，他支持你。对。然后我看你写的那些话，是晚上11点，陪你看电视，陪你吃雪糕，有很多陪伴和支持。对。不太像一个就是爷爷，他更像一个朋友。对，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小孩儿，因为爷爷常年是比较多病的状态，然后家里不会允许他吃雪糕啊，或吃什么小零食啊这样子。但是我们一到晚上的时候，因为奶奶睡觉的比较早，然后剩余的时间是我和爷爷的自由时间，然后我总会到楼下或者说到附近，看有新奇的小零食，而且还好吃，对老人也能吸收消化这种，然后我会买给他，我们2个晚上偷偷的去吃。然后，因为我近些年一直全国各地出差，爷爷爱吃小糕点，爱喝茶叶，我会把这些都买给他，给他带回去。虽然每回都会说我啊，你不要乱花钱怎样呢？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人不在他身边，我心里一直很挂念他。我想让他看到我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这样。陈意涵。男嘉宾你好，其实刚刚看你那个和爷爷的那个视频，其实我感触挺深的，因为我跟我外婆关系很好，她是在前年去世的。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晚上那个火葬场的那个车子来驮她的时候，我跟着她车子跑了好久，我真的就是特别舍不得。因为我2岁之前都是外婆带我的比较多一些，就是真的就特别能理解这种情感。看到那片我也在想，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在我小学4年级之前，我认为我这一辈子就应该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你外公会带你出去玩，不让你外婆知道吗？会啊，就是我外婆打过我之后，我外公就会安抚我，带我出去吃点什么。
这样亲人离开的故事，总能让我们回忆起很多。所有爱我们的亲人，在天之灵都会希望看到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恋爱啊、婚姻啊等等等。好的，看下一条。一段没有争吵过的感情算不算爱情？他性格比较内敛，表达爱的方式总是很温和。那时的我也是个恋爱小白，了解爱情的手段只是通过电视剧和周围人的爱情故事，从没有过争吵，也就毫无波澜，沟通也越来越少。有时我就在想，两人吵架后和好，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别人的爱情都是吵吵和和，我们为什么平淡如水？你喝水吗？我把杯子拿过来吧。好。一起吃饭，相对却无言。要不我们分手吧。哦。没有吵架的感情，并非真正的爱情，小吵怡情才是爱情的保鲜剂。之后我遇到一个女生，我对她一见钟情。平时嘘寒问暖，还会准备惊喜，制造浪漫。同为舞蹈老师的我们，工作上很默契，生活中也很甜蜜。随着我事业的不断上升，学员变得越来越多，而她却止步不前。你怎么那么热爱你的工作，每天上那么多课？对不起，我错了，我一定多花时间来陪你，好不好？但她反复逼问我，到底是工作吸引你还是学员吸引你？日子久了，我也就沦为一个没有感情的认错机器。这样无休止的道歉，我提出了分手。希望在未来的感情中，我们可以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每次争吵只是调味生活，每次道歉都是发自内心。我期待你的到来。觉得自己是恋爱当中爱吵架的那个的女孩举手，我看一看。你看，有一半吵架王，特别怕吵架，也绝不会吵架的，举手我看一看。来，关于这个事儿，10号说说你的感受。就是男嘉宾你好，我在感情里面是非常小女人，就是我强势不起来，然后我会永远主动认错的那个。你听他说话那劲儿。哎，3号人，你是不管是对方错还是自己错，你都会先去认错？我先认错，然后我就把他哄好了，因为我很会撒娇。我可以表演一个撒娇8连吧8连。哎，你来表演一个，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嘛？你最好了，可不可以吗？我最爱你了，拜托拜托，求求你了，就这种。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的女朋友是那一款，还吵得起来吗？完全吵不起来。你享受女生跟你这样说话吗？好不好嘛？拜托拜托。他在想，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但是女人如果一个劲儿像那样道歉，我不知道陈明你会是什么感觉？这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我这。你想一想嘛，可以想一想的。硬想吗？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这个女生的真实性格就是如此，我觉得我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像刚才方浩然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你从不生气，从没有脾气之后，我心里内心深处会有一种担忧，我会担心就是你是果真如此，还是在掩盖。你上一次发脾气是几岁？你还记得吗？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算发脾气呢？就是你的语速突然变快了。什么叫愤怒呀？没有发过火吗？你自己一个人没有捶过枕头之类的吗？
没有，我为什么要捶枕头？也对，枕头。4号。大家好，我叫梁新月，我来自重庆，今年28岁，是一名大学老师。男嘉宾您好。哎，你好。我有一个缺点，就是我在吵架了之后呢，我不会主动的低头，但是我希望对方能够主动低头，然后我再认错。这一点你能接受吗？可以的，没有问题。好，你看有2款，这个是你只要一低头，他就认错，这个妹妹一直认错。22号。其实我觉得你一个劲的跟一个女生光说对不起啊，我错了，我觉得其实打动不了一个女生的心。反过来，你可以跟她一起去解决问题啊。光道歉，我觉得还是没什么用。是的。我想说一下，我觉得很难想象有些人说我一谈恋爱我就享受吵架，我觉得很难想象哈。然后你也很难说我这辈子因为讨厌吵架，所以我每一段谈感情我都不吵架。其实是在于两个人是什么样的性格，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刚才男嘉宾的第一段，他在归因上可能稍微有点偏差，然后他自己给自己人生的总结是：那段爱情因为没有吵架，所以太平淡，所以分开了。你们那一段感情的分开，不是因为没有吵架，是因为没有沟通。对对对，吵架是沟通的一部分，但是它就很小的一部分。沟通有大量的部分是良性的沟通、善意的沟通。所以你在归因的时候误以为啊，是不是这段没有吵架？那我下一段多吵一点，激烈的沟通。不是，他如果能欣赏得了你的舞蹈，他如果有他喜欢的舞蹈明星，你想象一下，你们晚上能聊3个小时不停。所以核心是沟通的效率。这也是想跟浩然分享，就是你的那种沟通方式也有这个特质，你会把对方了解你的大门关上了。当你在表达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很多是真我的袒露。但是当你在说我都很喜欢，所有的一切我都很喜欢，无差别喜欢，你就淹没了喜欢。那我要是生气，他就不要我了，咋办？那就是你看，对，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心里的根关键。儿上的问题。哎，等一会儿，怎么这句话引发了地震？这是范浩然和陈明之间在说话，他没说话。对不起你。我想问一下，13号灭灯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就是从他的短片中，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那种娇小的，就是我也是比较强势一点的性格，所以我把灯灭了。哦。2号灭灯的原因。其实刚刚我一直想说，我其实跟浩然是截然不同的2种。我就一看着就是那种我不会撒娇的那种，我就自己就散了。对你刚才有表达，你非常喜欢撒娇这个类。他说我没说话，我没说话呀。他们在刚才的沟通中误以为他对这一款是不是比较有好感？现在留灯的3号、22号，有请3号、22号。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12号。邢宇的直推女生是24号赵爽。
男生性格自信随和，不熟悉时候有距离感，是个酷男孩，大气随性，在意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但渴望炙热真诚的感情。女生呢，性格简单直率，有主见但不强势，喜欢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喜欢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感觉。两人在确定了关系之后呢，男生会炙热而热烈的带动，希望女生会有积极的回应，而女生在感情中也会展露出小鸟依人的一面，偶尔的小情绪需要男生更多的包容。看4个女嘉宾的基本资料：董星河，我喜欢的，我讨厌的，我的爱好，你选一个。3，我的爱好，一条短片。我喜欢唱歌，没事就会跑到 KTV 去一展歌喉，一起来听一听吧。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还会参加校外的一些比赛。然后呢，我还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拉布拉多，今年2岁了，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狗狗在一起，陪它玩，陪它闹，陪它一起长大。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我的生活。刘云杰，我的爱情观最幸福的是我的世界。我的世界，一条短片。你好呀，很开心能带你了解我的世界。在工作之余，我很喜欢旅行、爬山。我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时的热闹，也很享受独处的时光。每个人都像是一本书，坚守自己的信念，相信总会有人读懂你这本书。这个世界我们都只来一次，所以勇敢一些吧，看喜欢的风景，做想做的事。你愿意和我一起吗？赵爽，小厨娘，我想遇到的，我的绿色世界。选3，一条短片。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园艺创业者。之所以做这个行业，是因为从小的热爱，跟花花草草在一起会有很强的亲切感，感觉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内心是非常宁静的。这一份热爱，我相信会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美食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啦。吃过的美食，我都喜欢自己再加工改良一下，做成自己喜欢的味道。这样的我，你喜欢吗？杨冰敏，这样的你请走开。小癖好，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3，希望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去看海，坐在岩石上吹吹海风，夕阳西下，两人把酒畅谈。在海边上喝什么酒比较合适啊？只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喝什么酒都可以。哎呀，痛快！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你们能接受你们的另一半的道歉方式是什么？他从道歉这个事儿上，他过不去了。我觉得你跟范浩然生活在一起，你们俩客气的就没法活。来，你们喜欢哪一种道歉方式啊？我其实刚刚也说了，我其实很反对那种一个劲的说对不起啊，我错啦，或者这种很敷衍的道歉。我还是很希望，如果出现了问题啊，两个人可以坐下来，面对面的去沟通，这还是很重要的。我很欣赏你这个答案。来，刘云杰。就是比如说两个人要是有矛盾的话，我觉得一定不能就是在手机上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一定是要当面去说，当面去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道歉其实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今后如何做，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原则上的问题，道歉的话肯定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平时小打小闹的话，那肯定还是要以我开心为主呀，就是带我去吃好吃的，哄我开心。那当然了，你生气的话，我也会就是努力的去哄好你。来，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
右边。你喜欢这种道歉方式是吧？来，哦，一起走，一起走，再远也不会有错。牵着手，牵着手，带你去遇到，给你所有最好的，轻轻说声 I love you。一起走，一起走，把你拥抱在怀中，牵着手，牵着手，我会陪伴你从。哦，一起走。其实这个结果倒还没有太意外，男孩有一点点讨好型人格，对他来讲，一个确定的答案是让他有安全感。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应该纠结在道歉方式上，而是纠结在应该是沟通方式。对，因为他的这个表现是爱跳舞，但是他不是特别善于言辞或者是跟人的沟通，所以如果说女方告诉他我的沟通很简单，带我吃好吃的，他就好像找到了一个钥匙。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王菲老师好，二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赵子帅，今年29岁，来自天津。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能和对方完成一本漫画集。你是画画的？对，我原来是学美术的，但是这几年因为工作忙，就是这个手上的功夫就撂下来了。然后希望能和对方一起重拾这个漫画。23号。男嘉宾，其实我以前也是特别有画漫画的这个天赋，但是我画的都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就基本上就只有我能看得懂，人家看不懂。对，两个人看得懂就好。陆纯，大家好，我是6号女生，然后我叫陆纯，今年23岁，我现在是在南京。我本身就是从事这个美术教师行业嘛，然后我画画，我感觉自认为还是很不错的。别说一本漫画集，很多很多本我都可以陪你去画，陪你去画。然后你说你现在的画画功底不是落下了，我可以给你补。谢谢谢谢，有机会我们画一套。哇！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对方嫌弃我每天刷牙次数太多。多少次？看吃多少餐。那人不都是3餐吗？对吧？刷3次。有的时候吃个夜宵啊，或者出去吃个下午茶呀，可能就4次5次。哦，只要嘴里边进了东西。对，你是餐前刷还是餐后？餐后。哦。那你是随身带牙刷牙膏吗？对对对，随时掏出个牙膏牙刷来，感觉就是随时随地都不回家睡觉的感觉。马宇哥。男嘉宾你好，我很好奇你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呢？就是比较爱清洁，有一点强迫症，有一点小洁癖。那你会要求对方跟你做到同样的一个程度吗？不会。如果说他喜欢这样，我会帮他。但是我不会强迫对方。帮他刷牙。帮他整理，比如说熨衣服。哦。那我想问，就是晚饭以后已经刷完牙了，睡觉前还要再刷牙吗？睡觉之前要刷的。哦。如果条件不允许你刷这么多次，你会有什么症状没有？有点难受。会表现成不舒服，哼哼唧唧。就感觉差点什么。
我估计这哥们儿1/3的工资买牙膏了，是吧？去洗牙，去买护理品。来看片子。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又该如何去？我的工作每天都会解决这些问题，但站在人生的分岔路，我该如何选择？我叫赵子帅，毕业就进入到标准化研究院。同龄人还在为工作发愁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份稳当工作。但渴望成长的我，选择放手一搏。辞职后，我与合伙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导视设计公司，4年时间，现在公司初具规模，业务覆盖天津、海南2地。导视系统是结合环境与人的信息传达系统，不同场合需求也各不相同。如果您去的这个景区的标志牌上面，您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外文，那么就是说明这个景区的评分很高。我们的公司氛围在行业里是出了名的好，而我的管理方式则是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是员工的福利，大棒是在工作上该说就说，沟通透明，能把隐患在事故的开头就隔绝掉。曾经的我不执着于摄影，但对相机极其发烧。徕卡相机呢，大概有过4台，尼康和福伦达等老式的机械相机呢，大概有10几台左右。但由于这几年忙于工作，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后来陆陆续续转让掉了曾经的宝贝。生活中的我稍带些洁癖，我会随身携带2种隔离带，一种隔离味道，还有一种是隔离环境。至于车上不仅有袋子，还有裙子。我随车准备的白围裙，主要还是方便自己还有朋友在车上吃东西。每次用完，我都会清洗干净，再放回车里。因为现在车上咱就1个围裙，所以不能允许2个人同时在车上吃东西。但也请未来的另一半放心，我会准备你的专属围裙。在我们的生活体验当中，大家认为哪些场所特别需要这种导视做得好、做得完备，才会让给我们提供方便？我举个例子，医院，尤其是那种大型的3甲医院，像我这种多少年也不去一次，没人带着，我估计我3个小时都干不了一件事儿。对呀，找不着。还有没有类似的？1号。男嘉宾好，您好，孟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金文，今年22岁，是一名医院规培医生。哦，对，我问对了。但是我觉得不仅是医院啊，还有各种旅游景区，特别是像对于我来说就挺路痴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导视就非常的重要。景区的话，可能它要达到这个国家标准，而且它可能更侧重提示一些危险性，比如说水域，比如说高空，这个时候它的标志牌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啊，谢谢。哎，我们看一下，标识中英文翻译不一致。可能咱们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就是这种导视系统实际上是有咱们的国家标准的。这2个就是左侧图形符号的不规范，包括它翻译都是不规范的。右侧是它正确的图例，但是没有包含设计的载体。啊，真的，交通的枢纽是特别，因为大部分人都陌生，都第一次去机场、火车站。对，我都记得我们当时去实习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了，10几年前，老的那套系统的时候，有一个正向下的箭头。哦。然后我当时跟我们几个室友一起去，对这个向下的箭头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我说：“你看，这别人写了吗？箭头向下就是往前走嘛。”然后那个同学说：“不是啊，向下的箭头就在此处啊。”还有一个同学说是下一层的意思，还有一个同学说这个是应该是往回的意思吧。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就是老师说的这个确实是存在这种情况，你识读功能上它不明确，在新版的国标中已经就是明确指出是不建议向下指。太好啊！我们寝室4个人4个理解吵了一架啊。你作为一个设计者，你做完了以后，你自己去体验一次好不好呢？有很多人说，你走一次你就知道哪儿出问题了。是的。其实我觉得任何职业它都需要你亲身经历的，站在那个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的。我们做电视剧也这样，你自己看一遍，你自己看不就知道有多难看了，对不对？差不多了，你听完了这么多吐槽，是不是觉得你们这个行业责任重大？是的。来，卞秋月。
哎，男嘉宾你好，你好因为我看了你的 VCR，就是你有说在车上会备那个围裙嘛，我觉得特别可爱。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的衣服就是没有脏或者没有异味，就是我不会去清洗它，就你会介意，就是我可能不会像你那样，就是有一点小洁癖那么爱干净吗？不会的，勤换就 OK，不用勤洗，对吧？对，好，谢谢。这是两个派别，一种呢是因为这个衣服上，比如白衬衣领子上脏了嘛；另外一种标准是因为有味道我们才要洗的，不是它脏。哎，这是两个衡量标准。你那么喜欢照相机，很费钱的哟。对，所以现在不玩了。哦，你喜欢那个福伦达50的那一款？福伦达的 Norton 50 1.5，这个是德国的几个著名的老的品牌之一，蔡司、福伦达都是。哦。那现在是都卖了吗？现在其实就是转给朋友了，因为我觉得工作很忙，用不上，我觉得这东西就很浪费。哦。而且，基本就差不多了吧。他的意思是玩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该有的都有了，就差不多了，就会变成抚摸党。对，没错，抚摸党。但我觉得你们两个聊得来哎，而且专业度很高啊。对，能聊3小时，我觉得。爱好，这是属于小爱好。我看下一条片子。其实，一段感情不仅能使人成长，也可以让人彻底改变。大学时期的初恋，我对他一见钟情。在一起后，我们经常互送礼物，也记录了很多美好的画面。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一起吃饭必须并排坐着，一起走路必须我在外面，一起通话必须他先挂断。日子久了，这些要求也就变成了我的习惯。可是我犯了理科男的通病，专注于帮他提高专业课知识，却忽略了日常对他的关心。在一次矛盾爆发后，我们选择了分手。之后我把以往互送的礼物都还给了他，在一起的合影也都全部删除。我觉得呢，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期间的这些回忆有仪式感的清理掉，也算是对两个人之间感情的一个交代。后来我遇到一个女生，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我对她也产生了好感。可是她有一位狂热的追求者，甚至在我面前公然挑衅。我追定他了，你离他远一点。而她却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失望过后，这段感情也就潦草收场。而这也让我决心做出改变。他把我视为对手，我心中是很不爽的。情绪稳定之后，还是觉得有些地方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我前后变化特别大，从发型到身材，从交谈到穿搭，不断的在改变自己的路上努力。关于未来的他，我希望我们三观契合，来一场以结婚为终点的恋爱之旅。为了遇见你，我已准备了很久，我相信你离我不远。4号。男嘉宾你好，刚才在 VCR 中你有提到哈，就把那个你前女友的东西都删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习惯的话，我不太认可。你删掉了，那是不是生命中的那些美好就不在了呢？我觉得怀念的可能不是说这些东西、这些小的礼物，而是就是说那个时间段的时候的自己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会记在心里，并不是说前任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个人会留在心里。23号。男嘉宾，我是会把前任的东西给留下来的，因为我觉得留下了它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更直接去提醒自己，曾经那样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所以就觉得把那个东西留下来是挺好的。您说的是 OK 的，但是就是对现任来讲，我怕他在跟现任接触中，现任心里可能会多少有一些不舒服之类的。为什么要让现任知道我的哪一样东西是前任送的呢？为什么要让他知道呢？
就是聊着聊着聊着，哎，说到来历的时候，然后这个表情就说明了一切。对。哦，你们都很有经验。1号。男嘉宾好，我就是会从现任男友中的手机里他的淘宝的订单记录、他的点外卖的记录，以及他的各种收藏，还有各种 IP 地址，还有微博、抖音的点赞里找到他以前的各种痕迹。我就是那种探知欲特别旺盛的人。这跟探知欲没有关系。有些女人的智商查这个东西跟爱因斯坦差不多。但是我会通过查这个了解你平时跟我说的一些话里有没有骗我，但是我不会直接戳穿你，我会故意阴阳你，然后攒到下一次爆发。24号。我也比较认同男嘉宾哈，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我觉得一段感情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就过去了，该甩掉的甩掉，该还回去的还回去。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感情当中，就是那个男生，他的就是 iPad 里面还会有着前女友的照片，然后我说让他删掉的时候，他来了一句：“那你自己删啊。”所以我就不明白，那到底是你不想删，还是不舍得删呢？所以我觉得。既然感情结束了嘛，那我们就重新再开始，应该是对下一段感情最好的尊重。是的。2号。男嘉宾你好。你好。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一段你说分手的仪式感，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不是分手的仪式感，就生活中恋爱中的你的仪式感，最仪式感的那一次是什么样子？仪式感，比如说像是也是一些小礼物，所以分开的时候才要还这么多。我跟你分享一个，我之前有一段恋情，就是跟他谈的100天，我会觉得100天也要去纪念。然后有一次他在外地出差，没办法见面，我就给他一个惊喜，然后我就准备做了一个蛋糕，然后晚上跟他打视频的时候呢，突然一下灯光就黑掉了，然后就点了个蜡烛，我出现在镜头里面，上面是我跟他合照的相片。挂完电话之后，他还会那边收到快递的一个礼物，一封信，就是我们的相恋100天。就是我是蛮在乎仪式感的这种人，所以我也很能理解分手的仪式感。哎，但是我在想，分手以后曾经的那些礼物，是不是真的应该给对方呢？那对方收到以后，他是什么心情呢？好像代表这种过去的那个都被抹去了，或者这还在情绪中，你不觉得吗？这种互相归还曾经的恋爱当中礼物，这还是在延续着某种伤害，至少是一种刺激，对吧？22号。男嘉宾，我问一下，那个男生就是当面跟你挑衅，是不是？对。你有做出什么表示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问一下，那个男生就是当面跟你挑衅，是不是？对。你有做出什么表示吗？我觉得这个男生当面挑衅，你要看对方他怎么做的，就是比较冲突，就是比较急迫这种。有肢体冲突吗？快接近了。哦。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就看女孩她的反应，对吧？女方如果说没有什么反应，那么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挽回的，或者是商量的必要。所以你就没说什么。谢谢。我理解男嘉宾的意思，就是不管对手怎么样，关键是你的态度。哎，对，这一点对，就是说，如果你欣赏一个男人素质比较低，但是狂热的追求，说明你很嗨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而恰恰是在跟男嘉宾的这段关系中，他可能感觉到那个温度不够高。男嘉宾说过，我是个理科男，所以我不是那么会嘴巴上会哄女生啊，我不太会表达那么多你喜欢的那个样子。所以，如果这个男生本身有自卑感，觉得我们俩的关系当中好像我不能给你那么多。别人尤其一个狂热的人给你的那种，那我就不跟你玩了，我不惜得这个与你们为伍了。默默扣分，然后转身离去。
最后一个问题，4号。哦，男嘉宾，刚才你有提到哈，就是那个女孩子有其他男孩子追她，然后你就放弃了。如果你就放弃了，你可能就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比如说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被动的啊，如果男孩子转身了，那我就会选择放弃这段关系。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女孩就是比较更偏向于对方吧。你到今天怎么回头看你和那个女孩分手的这个事儿？就是面对有人来挑衅。我觉得就是还是说对方的态度会比较重要，但是我也感谢，就是说，他让我能变得比当时更好一些，更优秀一些，就是这样。但其实我完全理解你，你是希望他来展现出他的坚定，但也许他在期待你展现你的坚定。那有的时候女生可能也希望看到男生挺身而出，捍卫、对垒，然后拦开，甚至把她拦到身后，说这是我的女人，你就不要再过来了，不要碰。有的时候女生反而也有享受这样的状态的可能。也许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这个女人在看这2个男人谁更坚定。其实那个女生可能更想看到的是，在有别人追我的时候，你会不会来问问我，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那一刹那觉得，哎，这个追求者似乎也有优点，是吧？你允不允许当那个事件出现的时候，变成我们2个关系调整的一种机会？在下一段感情中，会注意吧。谢谢老师。好，再见。谢谢浪漫老师，谢谢2位老师，谢谢各位的嘉宾。给我的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对目前这个结果，2位老师和台上的女孩也提了很多的意见，比如说关于对这个分手的一些方式啊，包括在感情上要更坚持啊，这些建议还是这个触动蛮大的。在下一段感情中也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他刚才的那个经历，就是我最近大家女生嘴里最爱说的一句话的男性版的再现。女孩张嘴就来的一句话就是：“我希望成为你坚定的选择。”那男生也会反过来，也希望成为坚定的选择。只有2个事情，这个标准男女都适用，都希望是对方坚定的选择。第2，我们有没有给对方坚定选择我们的理由？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Feel it. 孟非老师好，陈明老师好，黄兰老师好，24位女生好，大家好。我叫邱少奇，今年26岁，来自广州。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另一半和我戴同一副有线耳机听歌。15号，你的老乡。Hello， 男嘉宾，你也是？我也是广州。广州的，我也是特别喜欢有线耳机的，特别是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对，很有感觉，对吧？就会挨得很近嘛，他这个耳朵，我这个耳朵，然后就靠在一起听，就感觉好 sweet 啊。对对，就是因为我平时嘛，我出门的话，如果不戴耳机的话，就感觉没什么安全感。我也是比较喜欢听歌的。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情节在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初中嘛，都很喜欢带那个 MP3 听歌嘛。这个 MP3 里面放一些英语听力，然后顺便放一些歌，就能顺理成章去听歌嘛。他们俩再往下说，就开始过日子了。章子怡，
大家好，我是9号女生方子怡，然后来自苏州，今年27岁，目前在经营一家设计工作室，是一个外表小白兔的大狮子。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觉得用蓝牙耳机听歌，就是2个人啊，对跟用有线耳机听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就蓝牙耳机的话，就感觉2个人的距离会拉远了很多。而有线耳机的话，为什么我会这么有这个情节在呢？就是因为当时不能说的秘密，它里面的角色叫叶湘伦嘛，还有一个叫陆小雨。然后呢，就是他们在唱片机里面，叶湘伦把他自己的耳机，把自己喜欢的歌听到一半之后，再给他的陆小雨听，然后那个就瞬间触动到我的心灵，我就感觉这好像是我想要的那种爱情原来的样子。那你之前有跟其他女生有过关于有线耳机的？这样说吧，我之前有过一些恋情嘛，我听到我喜欢的歌的时候，我会摘下来，然后递给他，我也不会勉强他接。如果他是直接什么都不说接上去的话，我就会感觉，这就是我想要的。沉浸在氛围中。那所以你前面女朋友都拒绝了吗？没有拒绝吧，就是他会问我，你干嘛？哦，你希望那个很开心的接过来的那个。对，我希望就是自然而然接过来听了，也不会问我干嘛。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另一半总是让我提醒他第2天该干什么。马宇哥。那个男嘉宾你好，你所谓的不喜欢让另一半提醒他第2天该干什么，是总是还是偶尔也可以？对，就重要的东西，当然我会比较努力去把它记住它，因为这些东西毕竟他也不能去忘掉吧，是不是？当然一些小事情的话，就不要让我总是记，因为我也比较健忘，我怕我忘了耽误他的事。那你能记得住，就是每一个节日还有什么各种各样这个我奇奇记得住，怪怪？我比较喜欢这种仪式感。哇哦！来看第1条片子。我是邱少奇，我正在进行一项心理测试，朋友圈小程序心理健康配对指数遇事不决，来套测试能让我安心点，我也爱拉着朋友一起测。不瞒你说，另一半的长相我也偷偷测过。我就是一个坚强要强的人，创业失败2次也没有告诉家里。比如爱情中和女生一起投喂零食，有时候会不自觉把头靠过去，但立马警觉，我是个男人啊！这个时候立马搂过女生，刚刚那个不是我，不是我。啊，这个电影怎么这么可怕？不害怕，不害怕，结束了，别害怕。这种小小的要强会被女生嫌弃，但我却觉得挺好的，这可不是大男子主义哦。其实跟孩子比，成年人也有会脆弱、孤独的时候。之前为了了解女生的心思，创业开过一家毛绒玩具店。从最开始觉得幼稚，到后来发现他们确实和赛车、变形金刚啊这种不同，能带来更长时间的陪伴和治愈。来我店里买玩具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甚至很多男生都会买给自己。我很能理解他们，不同的玩具能陪我做不同的事。2米高的粉红豹抱着睡觉，皮卡丘陪我出门。我也希望跟我在一起的女孩不用伪装坚强，我就是你的大毛绒玩具。空闲的时候，我还喜欢跑步、打篮球。最近我做了套 MBTI 人格测试，你呢？愿意和我测一测我们之间的默契吗？喜欢毛绒玩具的女生举手看看呢？一半，6号。我就是对那种新奇的、可爱的小东西，我自己就是也很爱收藏。然后我还爱收集一些零食，就是我可能不会去吃，但是我会去买。你收藏那些零食都是小时候一些零食吗？也不是，就是见到
好玩的。包装好看的啊，怎么样的？以了前解上学的时候妈妈不舍得给我买的，现在自己工作了有钱了自己买的那样子。马宇哥，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到你有很喜欢做各种各样的测试，你对对指的是哪一种呢？就是那个 MBTI 人格测试。其实我之前也有做过，你有听过 INTP 吗？哦，有听过。他这种人格其实据说是比较冷静的一种，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另一面吧，因为我有一个从来没有别人知道的小秘密，就是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早上起床我都会哼哼唧唧几声，才会赖着慢慢起来。旁边没有人那个时候是吧？对对对，一旦有人我就撞就正常撞了。对对对。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在不经意间让别人看到，你就抓住他内心了。男孩子就喜欢这种感觉，真的。才不要，才不要！我对绝大多数测试都比较反感，我认为只要归类就会有简单化的倾向。但是昨天做了一套，我还觉得蛮好玩，因为它少一共就4题。就是你说100道题就不想做，只做4道题是可以，这也是一种人格哦。懒惰加愚蠢。来，我们找人来做。范浩然，第一道题：一个同学邀请你参加聚会，以下哪种情况更符合你 ？E. 爽快的答应 ，I. 心里犹豫。第二个。第二个呀。下面这幅画，你首先看到的是什么 ？S 是树、路灯、长椅、落叶 ，N 秋天。树呀。好 ，S。第3道题，假如你是篮球队队长，你要选一名年度篮球先生，有2个候选人 T 和 F， 你倾向于选哪一个 ？T 他是一个明星队员，虽然他还是一个低年级学生，但是他为球队赢得了许多分数，并使得全队获得年度奖金，所有人都认可他的实力。哦。F 虽然不是最佳球手，但是他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去练球，而且 F 是高年级的，他因为家境贫困，高中毕业之后没有钱继续念大学，这次可能是他唯一一次获得这样荣誉的机会，奖金还会有机会继续读书。T 和 F 你选哪一个 ？T。第4题，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在某个期限内完成，你会如何处理 ？G， 做好规划，把事情完成步骤安排清楚，尽快完成它。P 不着急，有空了去做就是，只要截止时间前做好就 OK 了。G 还是 P？G。你是物流师人格。你有测过这个玩意儿吗？我测过，我是 INFJ 提倡型人格。提倡型人格，一个提倡性人格和物流师在一起会怎么样？提倡物流嘛，卢一凡，男嘉宾你好，你很喜欢做那些测试。对。那如果有那种感情测试，说你和你女朋友不太合适的话，你会去信吗？我会去测一下，然后看一下他能给我什么样的回答。然后其实我也是属于一种比较就相信自己的，他只是给我一个建议而已。因为我有一个前男友，然后当时我有个很好的男闺蜜，我们就一起测着玩来着。但是当时显示的是我和这个男闺蜜的匹配度更高一些。当时的那个男友就因为这个事情跟我吵架了，就是。这个我觉得是男生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尴尬吧。你跟他更匹配一点。我们总是喜欢在一个抽屉里去获得归类之后的安全感，因为我们老担心我的人格只有我这一种，会让人特别不踏实。而且归类就把事情弄简单了，你是这一类，我是啊，我们是一类。简单了之后，
甚至男女朋友合不合适都用这个指标来判断。抽屉从来不指导人生，感受才反映你的人生。所以永远是对自己的内心和感受负责，然后就要研究自己感受细节的变化，而不是用那个抽屉的标准。你就记住，永远记住，他是跟着你走的，千万不要你去贴他的标准，那方向就错了。是的，是的，我也这样觉得。就他最多是给你一个建议吧，你就不要完全是相信他，你的人生还是你自己选择的。来看下一条。因为家里管得严，我很晚才开始恋爱。对爱情的憧憬让我有过10段的恋爱经历。第一次正式表白的那段，是我经营玩具店的时候。那一次过年回家同学聚会认识了他，暧昧持续了2个星期，我终于忍不住告白了。其实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一下，经过这几年相处，我觉得我挺喜欢你的。其实我也不，你不用着急给我答案，我给你3天时间，你回到家想清楚再回答我吧。其实我也觉得从暧昧期到确定关系越快越好，但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所以我也希望他冷静下来之后再做决定，而不是表白那种上头的情况下立刻回应。只是后来我经济上出了问题，家里也出了些事儿，因为不想让喜欢的人跟着自己吃苦，所以我还是说了分手。分手之前，他给我寄了一套情侣装，因为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提议说穿情侣装，他没有回应。这时候我收到了情侣装，里面还放了一张卡片，写着是不是因为你店铺出了点问题才不理我，你需要钱的话我可以借给你。虽然他愿意陪我熬过去，但我心里还是有点要强，也没再考虑。上一段恋爱的分手，我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更加努力。我们之前是一个公司的，离职后觉得彼此性格合适，就在一起了。我发现我们在消费观念上有些不同，他更注重品牌，他也经常向我表达想过更好的生活，我也在变得更好，但他还是想要离开。他说让我们顶峰相见。真的要走吗？等你变得更优秀一点，如果到时候我们还单身的话，我们再在一起也不迟。啊，你说什么？那时候的我相信了，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他连去哪都是骗我的，2个人没有多说什么就分开了。经历了这么多段感情，现在的我希望找一个恋爱经验少一点的女生，希望你能保持对爱情的懵懂冲动，生活的琐碎我一个人来扛，爱情的美好你留在心上。你谈过几次恋爱？经历是10段左右吧。那为什么你希望对方少一些呢？因为我觉得你感情谈得多之后呢，对于感情方面会比较理智一点，平时的情感处理方面呢，就会比较偏向理性，就没有那种原来那种爱情的那种感觉了。你认为这样的谈会倾向于理性吗？我倒不这么认为。来，你们有过这种体验感吗？来，赵爽。我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因为我总共就是算上前夫，我只有3段。我最长的有将近5年的时间，我对感情还是很执着的，所以我非常不能接受这样的爱情。最后留灯的2号。我希望你以后可以就是慎重的去对待一段感情，这样子的话，你会让你的每一段恋爱都变得更精致。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我恋爱丰富其实对另一半是更好的一种方法。对，谢谢。没错，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够了解自己的话，不够坚定自己的话，你做很多测试，你测别人也了解不了别人，然后谈短暂的恋爱，就是你真正不能进入对方的真正的内心世界。所以还是要去承认自己。其实我觉得，你说过一个高压的家庭长大的小孩总是想逞强，其实承认弱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真的想靠在人家肩膀上，就靠一下嘛，说不定也有女生愿意让你靠呢。另外，如果节奏很快，时间又都很短，很多时候这本质上其实并不是在谈恋爱，你是在确认自己。
所以叫出发点是爱自己，你是在找自己在他们身上的投射。你刚才也想说，你现在向往一段更长一点的、质量更高一点、更深入一点的亲密关系，你要把对方从客体变成另一个主体开始。你要知道，他不是你人生中的客人，他也不是以你为轴心所转的这个世界里擦肩而过的一道痕迹。当你从一开始把它真切地理解成一个主体、一个中心来对待的时候，你才有了一个起点。就那一刻开始，你不是在爱自己了，你的爱投射出去了，你在他那个上面的影子在消失，而他的模样才能显现出来。好，再见。那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我感觉就是台上的一些女生给我的建议也是蛮中肯的。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收获的话，对我情感方面的选择会比较明确一点。接下来谈恋爱的话，我觉得我会更愿意去聆听我女生方面的一些意见，日常生活分享啊，不仅分享幸福生活，还要分享一些平时的一些什么小打小闹、一些小矛盾啊。我觉得双方的话要更加去好好沟通一下。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以及台下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我叫尹仲，今年24岁，来自美丽的河北，请大家多多关照。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他能喜欢我给他写信。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表达感情的速度太快了，我可能用2秒，跟一个女生说我喜欢你，2秒就可以跟。对啊，你打字的话2、3秒你就可以打字打出来嘛。那你打这几个字一定很熟练。没有的。但是如果我想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我可能需要半天，或者我最快也要2、3个小时，这样可能会更能充分的表达我对他的思念。哦。其实我今天也有装过来一封信。如果今天我能牵走一位女生有幸的话，我想给她看，但是我想先念一个小段落。好，写给未来的他的。有点文绉绉的，所以希望大家见谅。我们受得了。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如果今天我能牵走一位女生有幸的话，我想给她看，但是我想先念一个小段落。好，写给未来的他的。有点文绉绉的，所以希望大家见谅。我们受得了。我不知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遇上你。可能西装打领，或许衣衫褴褛。有时我会自己想，如果能和你走在草原丛生的小路，你穿着红色的长裙，披散着如墨似玉的秀发。当风吹起你的头发，又恰好看到你回眸的一笑，赤脚欢快地走在小路上，那么我的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景色。哇哦！3号。我是3号女生，我叫陆丽丽，今年27岁，是一名医疗器械销售经理。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写信这个方式，然后我自己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也很喜欢这个写信。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你写信是怎样的一个频率呢？
这个东西可能要看我们分开的时间多长。如果说每天都在一起的话，我可能写信的频率会低一点。但是如果在心里认为我已经很久没见你了，我可能就会情感会写出来，然后选择邮给他。就看他心里憋了多少词儿啊！对对对。哎，如果憋的实在太多了，他就得写一封。哎，好，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他讨厌我每晚写小作文。你看吧，写完信写小作文，你的一生都在写作是吧？并不是，就是我平时会喜欢看书，然后记笔记。哦。然后我觉得，哎，这个心得我很喜欢，我就想分享给他，然后我可能会打出来的字会多一点。我觉得很浪漫啊，很浪漫，特别像是校园笔记哦，就真的是大学上课的时候记的这种。对，黑色的字是书上的，然后红色的字是我自己的理解。马宇哥，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的这些小习惯，然后突然想起我之前跟前任有过一小段异地的感情，然后的话我也会有写这种类似你这样的小东西吧。现在可以简单的给你们听一下吧。当你思念我的时候，无论你身在何处，在做什么，你的目之所及都会是我。山间的风是我，枕边的阳光是我。当时其实是想告诉他，我永远会陪在你身边，不管人在不在，但我的心永远跟你在一起。但我没勇气给他看。为什么呢？我可能是比较害羞的一个人，如果对方表现的不是很热烈的话，即使我很想他，我也不会告诉他。但是其实我是那种比较勇敢的，就是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会大胆的表达出来那种。所以如果只要我写出来，就你一定会收得到。就是如果你收不到，我会问你，就是哎你有没有收到？我会这样。看来我们俩性格差异还蛮大的。1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上学期间是没有手机的，我是用那种本，然后写的日记，标上几月几号，就是我发生的事情都会记录下来。哦。然后见面给你，就让你知道我每天干什么。我没拿手机，但是我也在想你。14号。男嘉宾你好，比如从前我也会给男生写信，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男生非常讨厌这个行为，对呀，他们甚至觉得很烦。所以我想问你，为什么会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呢？其实我主要是觉得，我觉得事情应该慢慢的来的，我可以慢慢的认识你，慢慢的去了解你。有些东西叫做好事多磨嘛。对，但是我觉得他那个14号说的的确是有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习惯口头表达，有些人他习惯收到文字。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要匹配就会特别好。那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其实也是辨别两个人是否合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对，老师讲的非常好。黄澜说的是一个，就是如果两个人都有这种文字表达的习惯，比如像马宇哥这样，像他这样的，哎，你一篇小作文，我一篇小作文，谈个1年的恋爱可以出2本散文集。有一些男生是比较反感看到大段的文字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他们并不是阅读有障碍，而是在生活中，当女生给男生发小作文的时候，基本上是表达负面不好情绪的，所以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经验：只要女孩发小作文，一定是吵架。你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对吧？确实，可能。哎，好，来看片子。小尹，今天演出去？得嘞，老爷，待会儿就去。我叫尹仲，
15岁开始学习舞蹈，18岁考入舞蹈学校，获得过桃李杯河北赛区金奖，参加过央视国家宝藏舞蹈的录制。现在24岁，是一名专业的舞者。去年我也和朋友合开了一家舞蹈培训班，深知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我一直对学生严格要求。歌舞团是我的另一个家，这里大家与其说是同事，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别唠了，别唠了，都到齐没？没到的举手。报告团长，我没到。牛皮，牛皮！开车，开车。这里的天气真的挺不错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再来一次才好，是吧，兄弟？兄弟，咱们是不是少上来一个人啊？我的是呀。我喜欢歌舞团的日常，热闹不孤独。舞蹈我不懂，看老爷呲你一个。从小就跟老爷下象棋，直到现在每天都会下几局，基本3、7分。当然是我3。可能在同龄人里边我算还可以，但是和老爷那个年龄下还是不行。别人可能会更喜欢喝酒蹦迪，但是其实我是有一点理解不了。可能我觉得下象棋写书法更有趣一点。如果说一个人性格比较细腻，比较带有锋芒，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更细更尖。一个人如果够仁厚够宽广，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更圆润更厚重一点。未来想跟女朋友一起学瘦金体，5米5的字帖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我再讲一句，你棋艺不见长，好久没下了吧？忙什么去了？疫情期间去参加报名了志愿者工作，都是街坊邻里的，工作开展的其实很顺利，当时还给我颁发了一个志愿者证书。经常会遇到找我聊天的阿姨。小伙子今年几岁了？现在有女朋友吗？没有。没有啊，那正好，我家有个闺女。是吗？能不能加个微信？是真的被他们可爱到，我怕又要被唠叨了，所以我来非诚勿扰找对象来了。你是歌舞团的是吧？对，我是学舞蹈的。证明给我们看一下，好吧？哎呦，可以，那您帮我拿。17号。哦，我看男嘉宾简直就是看翻版的自己。从男嘉宾从事的工作和我是一样的。还有看 VCR 嘛，他是疫情防控做了志愿者，然后我也是，我就感觉他的经历和我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能感同身受，包括舞蹈生最重要的是把情感放在舞蹈中啊，我能看出来，你是有一定经历的。我这个原创的作品叫《额吉》，在蒙语里面是母亲的意思。当时我的母亲在北京工作，我有一个表弟和一个表姐，就觉得为什么他们的妈妈全都在身边，我的妈妈却在北京工作。可能从小对母亲有一些更向往吧，因为可能缺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怀念我的母亲的。还有，我想问一点，男生建议姐弟恋吗？因为我周围好多这样的男生，基本上都会找一比自己大一点的，想照顾自己一点的。我可能是那种我会在现实生活中照顾他多一点。
但是可能我需要他去补充一下，就是做到事事有回应就可以了，剩下的我可以去完全包容他，去照顾他。徐美云，男嘉宾你好，我是徐美云。看到你跳舞很好，其实呢，我从小的时候也开始学跳舞，然后大学期间吧，我的就膝盖髌骨错位过2次，然后医生也是建议我不要再跳舞。所以呢，也想问问你在学舞这么长的时间里，有没有过一些伤痛？有过，就是我是学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的，就是它会有技术技巧嘛。然后就出现过一次受伤，当我蹲下来的时候，我只能蹲到这里，因为我左腿的跟腱太短。当时医院的大夫就吓唬我说：“如果尹正你再去学这个，那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我当时其实挺慌的，但是我认准一个东西的话，我会去一直的去追求。然后大伙都不太认同你，但是什么东西它都不是一定会有结果的。但是如果你不去做，那肯定没有结果。那男嘉宾好像做事情很投入哈，他对跳舞的时候都带着感情。你看他写的那封信也是充满着期待。是的。1号。男嘉宾你好，在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当中，他们更多的还都是以娱乐、消遣和工作为主。你说在我们这个年纪，心里面就是要给自己沉淀一下，你是不是心理年龄要比你的实际年龄更加成熟呢？就是我觉得我喜欢书法和象棋，但是如果你叫我去唱歌、吃饭、撸串的话，我也会的。就是这是一个小方面的乐趣，就是还是一个充满道力的年轻人。可以，谢谢。看下一条片子。我的初恋在高考结束后，我考得还不错，可以去梦想的海南三亚上大学，但是女生成绩不理想。我想离你近一点，能不能为了我别去海南啊？我当时并不想留在河北，但是她每天都问我，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爱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为了她，我选择了留下。但开学前，我却发现她和另一个男生亲密聊天。他是谁？我喜欢他。他干脆承认，我也干脆提出分手。现在其实已经不再遗憾了。那个时候我就这样讲，大1、大2的时候做梦，就是脑海里做梦都是想我回去复课了，我又考了一遍艺考。未来再也不会轻易妥协自己的梦想和事业。如果对方真的爱你，不会希望你丢弃坚持。大1的时候，学校联谊活动需要和学姐合作出一个舞蹈作品，就认识了比我大1届的她。我们每天一起排练，结束后也会一起吃饭。我们去吃虾吧。可以啊。她很喜欢吃虾。哎，你为什么不吃呀？其实我不爱吃虾。就这样，因为虾的爱情开始了。之后每顿饭我都会给她包虾，因为喜欢，所以我愿意陪她吃自己明明不爱吃的菜。大3以后，我跟着歌舞团演出，2个人的相处时间慢慢变少。他忙学业的时候，我们还是很甜蜜。可一旦他闲下来，就开始挑我毛病。你说我谈恋爱干嘛？你天天都不陪我。那我每天这么忙，不也是为了以后我们2个人美好的将来吗？就像这顿饭，我总得先把钱赚出来才行吧。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忙的话，可能我们2个人就不会吵架了吧。我这个人还是对未来有期待的。我认为你的另一半，他都是你人生中的战略伴侣，而不是说你们2个是弥补对方感情上空缺的那种。我认为还是怎么说呢？你是否能在一个事情上帮助他？你是否能在一个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些很重要。我一直觉得我的心理年龄接近30岁，身边的同龄人大多喜欢小打小闹、喝酒蹦迪。但我更期待我们一起吃的每一顿饭，在细水长流里，我们能成为彼此放松大胆交流的唯一。17号。就我想问一下男嘉宾，我也非常的忙，你也非常的忙，那怎么才能维护好这一段感情呢？如果说2个人都很忙的话，
我会尽我的全力抽出一段时间来，就好比说我在跟老师聊天，我会拍个照片告诉你我在干嘛。如果说我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会尽我的全力去给他安全感。但是，其实我忙起来的话，我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然后，如果是男朋友的话，我觉得可以晚一点回他。如果这样的话，你介意吗？回就行，回就行。时间这个东西多的是。如果说能走到最后，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和你在一起，我不会在意这一天。2号。Hello， 男嘉宾。喜欢书法、喜欢下象棋或者是写信这些行为，我觉得都是很认可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些行为，让我感觉到你很喜欢比较安逸一点、慢一点。但相反，我是一个很喜欢节奏快一点的，我恨不得把我明天后天的事情都做完，恨不得把我明天后天想说的话都说完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如果在一起，可能会太多的拉扯，所以我就灭灯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怪我，怎么回事？你死在2号手里。没事没事。来，17号。其实这个小姐姐她说的那一个点，就是完全是我想说的。我也是一个快节奏的人，我不会像她一样，就是写书法，下象棋，而我会选择出去玩，和朋友们出去交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度过时间。好吧。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再见。感觉那是你牵过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很讲究效率的，只不过是我闲下来的时候，更喜欢这种踏实一点、稳定一点的生活。还是缺乏沟通，我们并没有在台上表达出我完全心里的意思。不行，下一位男嘉宾。各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好，大家好。我叫杨开胜，来自贵州，然后现在在浙江金华工作，今年25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女方能够陪我的妈妈去逛街。你参加不参加？我参加。哦。因为我妈妈她从小喜欢女孩子，你知道吧？然后我一个男孩子，她挺嫌弃我的。那我就希望对方的话能够陪我妈妈逛街，就算满足她一个小愿望。卞秋月，是刷你的卡吗？当然啊。哦，那没有问题。方子怡，男嘉宾你好，我想说一下，如果我也喜欢逛街，然后阿姨也喜欢逛街，然后我们俩每天逛到昏天黑地的，但是非得拖着你去，你怎么办呢？跟着去呗。很好。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吵架之后不来哄我。哦，哟，哎呀，范浩然10号太合适了。太会哄了。男嘉宾你好，我是非常会哄男生的，就是我不会和你吵架，如果你非要和我吵架，我会好好哄你。这位20多年了没生过气，没发过怒，然后所有争吵、愤怒都是她哄男朋友。哎，马上就灭灯了，这个6号。我不太行，我觉得就是我希望男生多就是包容一下我，但是这一个点我是一直在我恋爱中是很介意的。是这么回事的，就是吵完架之后，我肯定会去哄你的。哄完你之后，我也想让你就稍微来哄我一下，因为谁不希望自己当一个宝宝也被别人恕我直言，这2个问题连在一块儿，稍微有点经验的女生就会迅速总结：第一，陪我妈妈逛街，哄我，都是以我为中心哦。我妈妈的需要，我的需要，这2个问题都并没有涉及任何女生的感受。哎呀，他们是被提醒了吗？你赶紧解释一下好不好？其实希望大家能多一点互动嘛，因为如果和妈妈逛街的话，能够融入到家庭里面。你如果重新设计这2个问题，可以怎么表达呢？如果重新设计的话，我应该会问，你会和我们一起去逛街吗？然后第2个就是说，吵架之后你会就给我一个台阶下吧之类的吧。哎，这好多了哈。听上去略好一点。对。那应该这么说，请你允许我陪你的妈妈逛街。哎，你别说，还真的，女婿陪丈母娘逛街的气场，跟儿媳妇陪婆婆的气场，真的天壤之别。对啊。因为女婿和丈母娘搞不来的概率不大啊，对，而儿媳妇和婆婆搞得来的概率不大。所以他一上来提了一个难度系数非常大的这种事儿，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我非常知道这个女生非常非常爱我，而我妈性格也很随和，才会有这个前提，而不会涉及到都还没有展开的时候，把陪我妈逛街作为一个要求。这个是对女生来说门槛一下子是有。看看第一条电路。你好，那我就问你一些问题。你谈过恋爱吗？有谈过异地恋吗？你觉得在一段感情之中，信任感是否重要？你是会选择一个你爱的女生，还是选择一个爱你的女生？你以为我是心理医生？其实我叫杨开胜，今年25岁，现在呢是一名剧本杀店员。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我的人生信条。从小打篮球，曾经想考体校，但是我的父母反对。所以呢，我报考了一个工科专业。结果我发现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真的很难。从那以后，我就坚定了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被别人影响。毕业后，爸妈想让我考去稳定的单位上班，我参加了考试，也通过了，就是想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信号，我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我并不是因为我不行而要出去，而是我行，但是我想走我自己喜欢的路。之所以会问玩家情感问题，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剧本杀店它更像一个婚介所，我们也负责给来的单身男女创造机会，根据他们的回答大致判断他们的性格，来匹配相应的人物角色，分发剧本。偏向于会去付出的话，那我们就会根据他这个性格得出他是一个付出型的人格，我们就会把剧本里面的付出型的那个人格的本给他，快捷的融入到故事里面，有一个更好的游戏体验。我也会经常遇见一些在暧昧期的单身男女提前来给我打招呼。这种一方有意向的，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机会。有一些玩家他代入感很强，玩完剧本杀之后趁着打铁，成功率往往会非常高。因为家里很多人从事公安工作，这也养成了我警惕性高的习惯。
陌生的电话接了，基本上都会等对方恭喜你先讲话。中奖了，请你提供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号。不需要了，谢谢。所有涉及到私人信息和钱的电话，我一般都不会相信，直接挂掉。微信和短信上的一些陌生链接，更不会轻易点开。晚上下班打车回家，我都会当着司机的面拍下他的车牌号发送给朋友，也会在 APP 里设置紧急联系人。无论男生女生啊，都要好好保护好自己。虽然我生活中警惕性很高，但恋爱中我会完全敞开心扉，希望找到一位能够走进我心里面的女生，一起来过我们喜欢的生活。2号 Hello， 男嘉宾你好，我看你是有经常去帮带本，是不是？对。对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玩情感本，你是不是那种很容易会哭的那一种？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Hello， 男嘉宾你好，我看你是有经常去帮带本，是不是？对。对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玩情感本，你是不是那种很容易会哭的那一种？我会。我玩情感本的话，我会很带入的，就不管是亲情、爱情。我看看有机会的话，很想你帮我也带一个情感本。可以啊，欢迎。陈意涵。男嘉宾你好，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反诈因为其实我的那个第一份工作是在银行，其实我对就是转账汇款这一块的这个警惕性也非常高，包括当时来的那些客户，有的年纪大的，他们就可能当时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说什么我要汇款到哪儿，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多次确认。对对对，这类的事情确实挺多的，大家也是警惕性的高一点。14号。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上海的电话给我打电话，说我中了一块金条。我说啊，你打错了，不是我。他说你确定不是你的吗，王女士？我说确定不是。打了3遍电话给我确认。我就想到我年初去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扫了一个那个码，说什么金条码，然后我就点开那个 APP 一看，我真的中奖了，我真的中了一块金条。后来我主动打电话说，金条是我的，不好意思啊，麻烦给我寄回来了，真的寄来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在防诈骗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确认一下，不要错过那些惊喜。我觉得他的2个故事我都听进去了，一个是可怜的小羊，一个是到处都是诈骗电话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真的。刚才他们在讲的时候啊，我内心首先我认为啊，你们说的都对的。要有一定的反诈的常识，单身女性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啊，有一些防范的意识不是不对。很多人在分享什么，不要接陌生人电话，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打车是一个常识范畴的事，我们现在上车是车子一过来，告诉你我先给你拍照片了啊，我给你拍下来了，车牌拍下来了，前后都拍下来了，拍了一圈视频，我发给我朋友了，我告诉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到时候去哪里。我是什么？我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我每天都会碰到人这样对待我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希望有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并且和谐友好的那种关系吗？是，其实防范人性的恶是有2个部分来完成，一个是我们个体，像你刚才拍照等等，还有一个是制度。其实真正的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建构，防范人性的恶是交给制度的。比如说上车，其实现在的营运车辆基本都配备了车载摄像头，还有车载的一些识音的功能，加以防范。个体要先把人预想成善的，加以信任，我们节约了非常多社会运行的成本，整体的社会效率才能提起来。看下一条片子。不同的爱情有着不同的剧本，我有着2段截然不同的爱情经历。曾经的我很看重第一感觉，那天我和室友正坐在路边聊天呢，他和他的朋友恰好从我的面前经过，我抬头那一下，就正好对上了他的视线，你知道吗？当时那一瞬间就觉得，哇，这个女生的眼神里面藏着星辰大海，那一瞬间就沦陷了，就下定决心开始追她。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追她，但她对我有点爱答不理。你知道吗？
我闺蜜挺喜欢你的。我这个人呢是，只要我喜欢上你，我认定你了，其他人怎么喜欢我，多喜欢我都与我无关。我很坚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陪伴了他3个月，他才终于答应和我在一起。但在一起后，他总说跟我相处很拘束，才相处了1个月，他就提出了分手。他可能就考虑问题考虑的比较多，就像我之前说的，他可能就觉得别人追我或者干什么，他觉得这个关系太尴尬了，导致他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也就能够理解他当时的做法了吧。后来的我发现，感觉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第2段的感情是一个很活泼、主动追求我的女孩子。刚开始我对她并没有这么心动的感觉，想着如果没有100%喜欢，就不要耽误人家。但看到她和别的男生亲近，我发现我竟然有些吃醋。有个男的一直在追她，那1个星期里面我就一点东西吃不下，不夸张，跟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模一样，一点东西吃不下。1个星期我瘦了10来斤，我天天就看他们俩在操场，我就坐在窗台角落里面看他们2个。于是我主动出击，把他追了回来。临近毕业，他家人觉得我老家太远，这个男生不适合你，你还是得找个本地的。他想考研，那我就陪他考研，我们一起读同一所大学，这样我还能再陪他3年。我的恋爱观其实跟我的生活人生观是一样的，我会为了我喜欢的事情去付出我所有的努力，即使知道我们没有结果。研究生考试分数出了之后，我过去了，他没过。他跟我说在家当了老师，也打算在老家结婚了，希望能遇到一个爱笑的女孩，书写我们的爱情剧本。22号，你前面有段感情，就是别的异性去追你，然后他才因为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所以才跟你提的分手，对吧？其实我也不大确定他是不是这个原因，但因为当时我追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2个朋友喜欢我。哦，他2个朋友喜欢你？嗯。后来谈的那个女生，你发现有别的男生去追她，你竟然会吃醋。就我跟他是什么？是他一开始是追我，但是我不喜欢他，然后后来他就追了我可能半年吧，我感觉他很真心，不妨试一试，看一下是不是合适那个人，对吧？后来发现日久生情，我已经爱上他了，我就很坚定的选择他，包括后面考研究生什么的，我都很坚定的站在他的旁边。他妈妈不喜欢我，我就觉得没关系啊，我爱你啊，我们俩在一起的每一天，我们过好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就好了。其实可能我觉得你在感情当中对于异性的这个处理还是做得不够好，因为女生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一种类型，所以她肯定是觉察到你生活中有一些这种情况发生，才会去说我过不去这个坎，会跟你分手。哦，这个倒没有。那2个女性朋友喜欢我之后，我没有跟那2个女性朋友联系过，我也跟她看我手机，就你可以翻我手机，你可以随时查我岗。然后我也跟她说了，就是说他们2个喜欢我，那他们的事，我只喜欢你一个人，只要这一点就够了，我坚定的站在你的这一边，他们2个我是不会搭理的。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一点有没有人要说一下你的看法？马宇哥，我想问你说你不想搭理他们，然后也不喜欢他们，就不能直接删掉拉黑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一点有没有人要说一下你的看法？马宇哥，我想问你说你不想搭理他们，然后也不喜欢他们，就不能直接删掉拉黑吗？说了呀，我之前不知道。是他跟我说了，我才知道，然后我就没联系了，就删掉了呀。2号，南嘉宾你好，就是我很喜欢我的男朋友的情况下，我不希望他为了我放弃他的事业也好，或者是为了我放弃他的学业也好，对我来说会有压力。对，可能我会在这方面觉得可能还欠缺了一点点的成熟。其实这个是之前的感情了，就从之前的感情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嘛，也得到一些成长。包括我前面2个问题，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的感情里面就有一点一味的付出，也不去思考一些其他的东西。现在我还是觉得2个人的感情还得是2个人一起去
建设，一起去向美好的未来去走。是，我觉得刚才这一轮密集灭灯跟你刚才的第一段故事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感的经历当中，只要闺蜜出现，无论她承担什么角色，然后起到什么作用，大家会下意识的就是往最坏的那个角度去推，而且一下你出现了2个，这是平方级的炸弹，就是。能理解，能理解。我大概现在接受到的版本应该是，可能他们3个同时遇见你了。然后有一个一下就吸引到了你，但是另外2个被你吸引了，然后你就追了其中一个，但是他因为各种原因，然后最后放弃了前面有3个月的追求加1个月的相处。所以有2种可能，一种他并没有那么喜欢你，尝试了1个月发现了确认这一点，还有一点是他觉得你不错，但是那2个闺蜜可能10几年的交情，有很多的女生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失去一个才谈了1个月恋爱的男生，对他生活质量影响不大，同时失去2个闺蜜，生活变化还挺大的。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错那是你。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